话说程昱他们总算把凳子架好，刚爬上去，从围墙探个头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帝君微微侧头瞟一眼身后，布了个结界。凤九趁着帝君侧脸的瞬间，剑逼帝君，却见帝君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夺回苍河剑，一个过肩摔，把凤九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。凤九疼得唤了声哎呦疼，牙齿磕到嘴唇，口里有股血腥味。他不能相信帝君会这么对他，自打出生还没人敢这么打过他。墙外程昱他们才看了一眼就没戏了，结界遮了个严严实实。三人听着墙内传出倒的声音，接着是凤九的呻吟，程昱的小心脏兴奋得快跳出胸腔。他们俩这是要……程昱对着剩下2人激动地开口，却发现连宋和司命呆呆的表情。他突然想起当初连宋要凤九抬起头来让他看看的事情，眼下一定是看吃了，顿时气从心来，说了句哼，还说不是花花公子。说罢负气地转身走了。连宋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去追程昱了。哎，你们就这样跑了？司命叹了口气，一己之力扛起3张椅子善后。这条计在任何场合对着任何人都不能用，你可记清楚了。帝君的语气不容反驳，他用苍河剑刺穿凤九扯开的衣领，贴着他的肌肤行剑，把衣领拉回了凤九的脖子。凤九本就已经被摔得刻骨铭心，觉得书上都是坑人的，美人计怎么失灵呢？帝君的剑身冰凉地划过他的肌肤，也让他打了个寒战。眼下他手里的剑就架在他脖子上，凤九连忙点头，衷心表示永生不忘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出招了。凤九心里一惊，什么？帝君开玩笑吧？他仔细看看帝君，发现他神情严肃，不容分辨，不带丝毫情意。帝君看着凤九，径自把剑推开，苍河剑插在旁边一棵树上直晃动。我只会用不到1成的仙法，你需要做的就是躲闪。话音刚落，凤九就看到帝君的手掌向他脖子劈来。凤九连忙躲闪，却见帝君转换手势，转而一掌击向他的肩头。凤九无力在短时间内再次躲闪，结结实实挨了一掌，飞出一段后翻滚落地。东华玉树临风地站在原地说，这要是真正的战斗，你已经死了。凤九委屈地泛起了眼泪，她撑起身子，不敢相信地看着东华。但很快凤九恢复了倔强的神情，她迅速站了起来，等着迎接下一次进攻。东华毫不留情，瞬间一步绕到凤九背后，2根手指抵上了凤九后背的心脏地带。你又死了。接下来在如落叶纷飞的死亡报告中，凤九渐渐领悟出来，进攻可能从哪些方向发起，该如何预防。然而他刚学会了提防这招，马上又被另一个招式打倒在地，他必须立刻学习新的技法。帝君时而下手很重，时而蜻蜓点水，凤九摸不清他的脾性，更加觉得东华深不可测。他彻彻底底地承认，他真的不了解真正的他。面对着这样的他，他带着一身的伤，当真是害怕了。可他又不愿意把现在这样的他覆盖掉过去那样的他，他舍不得，他放不下。所以他白凤九无论如何也要拼了命地撞开现在的他的面具，哪怕只能撞出一丝裂痕，他也要挤过去瞧一瞧，面具下方是不是同样的冰冷凉薄。所以当凤九一次次被击倒在地之后，他总是坚毅地再度爬起。他觉得自己渐渐从一脸懵逼就挂掉，变成了能看清帝君的招式。随着过招次数的增加，他也逐渐能应对一些招式，但还是有因疏漏被打倒在地的时候。直到最后一次被帝君踢绊脚踝，摔得趴在地上，凤九嘴角流出一道血迹，却仍然缓慢地颤颤巍巍爬了起来。他摇摇欲坠地站着，双眼却勾勾地锁住帝君，誓不放弃。帝君眼里有什么闪过？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去找2个宫娥送你回家。凤九没有力气说话了，纵使心有不甘，却也随着帝君的意，任由2个仙娥扶着他，由帝君施法让他腾着云回家了。帝君独自站在院子里，抬起头看着天，眼里似有忧虑。狐狸洞炸开了锅，青丘唯一的孙子被那吃过这种苦。凤九的妈妈和奶奶气得不顾地位差别，就开始大骂帝君。一想到凤九为了帝君曾经断尾，更是扬言青丘绝对不会让那个头发都白光了的老家伙当女婿。
奶奶气头上想起上次东华帝君来狐狸洞抢夜华遗体，后悔当时没能狠狠对他几句，于是发下话来，以后只要帝君敢在狐狸洞里探头，他绝对一棒子打下去。白芷和白毅虽然看到凤九这副惨状心下不悦，但也知道练功本就是这么苦，帝君也不算太过火，只怪凤九底子差才落得如此境地，不好说什么。白浅一开始见到凤九的模样时也是气急，但他仔细查看伤情后发现大都是皮外伤，没伤着要害，对帝君的气也就消了大半。又想起根据他在昆仑虚学到的推运之术，凤九不久就要历劫，按他的资历绝对不可能受得起天雷，现在有帝君的指点，也许能有所注意。晚上，白浅来到凤九的房间给凤九上药，却见到凤九趴在床上埋着头，隐隐啜泣。白浅爱怜地摸摸凤九的头，并不言语。凤九抬起头，泪眼汪汪地问白浅：“姑姑，我是不是给青丘丢脸了？”白浅温柔地笑了：“小凤九瞎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吗？可我真的是太弱了。”白浅把手附在凤九额头，闭目感受了下她的气息，睁开眼，缓缓地对凤九说：“不弱了，你不过是把300万年里该学的东西，在今天一天学到了而已。”白浅心想，这东华帝君不愧是天地共主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把要义全都交给了凤九。有了基本框架，凤九接下来只需多加练习，就能突飞猛进。他怎么会对我那么狠心呢？姑姑，凤九觉得快不认识他了。凤九凄婉地吐露心声：“傻孩子，别想太多了，明天还得练习，今晚赶紧好好睡一觉。”白浅对凤九施了个催眠术，凤九睫毛上还带着泪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朝堂上没见到凤九，天君过问此事，得知他头一天的遭遇，估计此刻正浑身是伤地躺在狐狸洞，不好说帝君什么，只得默默叹了口气。转念一想，这青丘地段重要，女君必须担起大任，费尽心思才为他安排了一个锻炼机会，不能由着帝君来。于是天君开口：“帝君昔日带兵惯了，自有教导的章法，可这青丘女君毕竟是个女儿家，还望帝君严格之余，适当的怜香惜玉为好。”帝君今日未见凤九上朝，寻思着昨日是否真过于严苛，心下不忍，却见天君对他略有微词，很是不快。练功本就不容心慈手软，既有章法，便按章法来，不能接受的，本帝君也不强求。说的也是。天君不再与帝君交锋，转而问询其他神仙所禀之事。朝会散后，帝君胸中郁郁，他自认为昨天的伤痛程度凤九应该能接受，可谁知凤九才上了一节课就不来了。帝君觉得以己夺人可能是高估了他的承受力，到底是生在和平年代没吃过苦的女子。东华一直认为他爱的不是真正的自己，他也犹豫过要不要让他见识他的另一面。他在不在乎他的爱恋与害怕他得知真相退缩之间来回摇摆，命运却把他推到了岔路口。他选择了让他知道，哪怕代价是失去他朝着他的幻象投射的爱慕。现如今他才刚开始看见自己真实的一面，结局就是放弃。帝君隐隐后悔，却转念一想，三生石上本就无缘，他不曾得到，又谈何失去？他连失意的资格都没有。走进太晨宫，却见一个身影立在景观台上。他穿了一身玄色衣衫，袖口隐约露出淤青。闻得帝君的脚步声，凤九转身施礼：“见过帝君，昨晚被姑姑施了催眠术睡过了头，所以随我来。”东华没有表情变化，径自走过凤九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凤九只得诺诺跟着帝君的脚步。莫不是他以为他贪睡才迟到的，所以不高兴。前后脚刚进了后院，就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：“姐姐果然在这里。”“见过姐姐，姐夫。”听到最后2个字，凤九抽搐了一下，回头发现是阿离窜了进来。东华徐徐回过身，沉默地看着阿离。“哦。”阿离看到东华之后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，没想到姐夫竟然是东华帝君，然后马上恭敬地对帝君行礼。凤九在东华做出反应之前，已经火急火燎地把阿离拖到了一边，小小声责备他：“你一个小屁孩瞎说什么呢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听说姐姐最近来九重天了，
却一直没等到姐姐来找我玩。今天忍不住在朝外等你，却没看见。遇到程昱说你没准在这个院子里面，让我试着来找着你和姐夫。阿离话还没说完就被凤九捂上了嘴，生怕不远处的东华听到。谁告诉你他是你姐夫的？凤九羞得满脸通红，蹲下身子压低声音问。我找程昱玩时，连宋爷爷刚好和程昱在一起，他说姐姐最近拜了个厉害师傅，还告诉我姐姐的师傅简称姐夫，叮嘱我如果遇到了你师傅，打招呼时要懂礼貌。连宋说的话你也能信？你没有姐夫？凤九嘀咕着，脑海里浮现出连宋阴谋得逞看笑话的神情，暗自痛恨了连宋一把。谁知阿离似乎并不意外，开口说，果然程昱料到你不会承认他是姐夫。程昱说你本就是被迫来修炼的，嫌师傅性格严厉，手段苛刻，不近人情，言辞恐吓，像个死变态，你忌惮他才不敢忤逆。我是天族太子之子，他不会把我怎样的。阿离这就去告诉姐夫，让你赶紧下课了，陪我玩去。说着，阿离就要往帝君的方向走去。帝君心想，程昱这胆子也就只敢借他人之口骂骂了。别！凤九惊慌地拽着阿离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程昱说，你说的呀。阿离声音十分大，凤九慌了神，我哪有说过？凤九觉得自己太冤枉了，看阿离一副不相信的表情，连忙辩白说，这些都是程昱怕我学厉害了，他不能再欺负我才编出来的谎话。我师父虽然不讲道理，但是心特别好。凤九想起自己被坑的种种经历，迟疑地顿了顿，转而说道，不管心怎样，至少人特别帅，对吧？那就是说你认了这个姐夫是吧？阿离恍然大悟。凤九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说了那么久，还练不练了？帝君显然等得太久了。练，这就来。凤九蹭地站起来，顺势把阿离往门口推了推。你推我做什么？阿离要坐在这里看姐夫练功。阿离不情愿地嘟着嘴嚷嚷。凤九尴尬得恨不能一扇子呼飞他，看来只能恐吓了。练功很危险的，要是不小心伤到你，你可是要在床上躺半个月的哟。话音刚落，阿离周围突然泛起一个透明的结界，把他安全地包在里面。凤九回头望去，帝君不以为然地收回了不结界的手。墙头上探出个脑袋的程昱叹了口气，怎么人和人的待遇差别这么大啊？东华并没有要去更衣的意思，身着紫袍。凤九心想，莫不是昨天的较量之后，帝君觉得他完全不需要他做任何准备工作。只见东华直接对凤九说，昨日体术已毕，今日练仙法。凤九有些难为情地扒拉了一下脚，他最弱的便是仙法，想当初生死攸关的时刻才逼出来一点腾飞的仙法，还差点飞得撞树。帝君虽然见过他狼狈的时候，但要他当上女君之后再这样摊开来丢脸，他真有些扭捏。更何况团子就在一旁坐着，这要是让他看到自己有多差劲，以后还怎么在表弟面前抬头啊？正想着，却见天地间暗了下来，方才后院还分明的景致，此刻漆黑一片，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，世界也寂静了。他脚下的地面也不见了，与帝君悬浮在空中，团子的结界也在一旁飘着，散发出幽微的光芒。凤九茫然环顾了一圈四周，并不清楚这是在哪里，心下猜测着莫不是帝君用法力幻化出来的教场。只见风从帝君的紫袍中灌入，他周身的衣袍袖金泉都在飞舞。帝君凝视着凤九，对他说，我用我的仙法召唤你，集中精神，用意念感受你自己的仙法，将它们释放出来。帝君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里十分飘渺，凤九有些分不清是不是梦境。帝君周围已经开始聚起蓝紫色的灵光，萦绕在其上的雾气暗涌不断。突然，那灵光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一朵巨大的浪花，压倒性地向凤九拍来。凤九一惊慌，半透明的灵光从她的两袖里腾溢而出，形成一个纤薄的防护罩，却瞬间被帝君的巨浪拍碎，大浪直接拍打在凤九的身上。凤九并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疼痛，她只是觉得被帝君的浪花击中时，那能量仿佛抚过了她昨天摔得周身的伤。当最初的两束灵光熄灭后，世界稍微恢复了短暂的平静。帝君还站在原处，对他说，仙法和体术不同之处在于，体术造成身体上的疼痛，
而仙法是神思上的疲惫。凤九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只见帝君的雪白的长发散开飘着，千千万万个银黄的光斑沿着帝君发丝滑动，脱离发尾的时候就飘在了空中。这些光斑组成了一个瞬息万变的阵，绕着他和帝君飞速旋转，不断缩小范围。在斑驳转换的光辉里，他凝望着帝君，觉得他有着不能言喻的魔力。他忽然悲哀地意识到，他是真的不了解他。帝君像一个谜团，即便他已经追着他纠缠了近1000年，他还是能随时流露出他未曾见过的一面。凤九每当接触到一个新的领域，就觉得对帝君的挖掘多了一份，应该可以很快收工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丝一缕的陌生气息不断扑面而来，凤九渐渐意识到，他既不知他的过往，又不知他会变换成怎样。帝君隐藏的未知领域了无边际，他可能终身都触不到岸。凤九感到自己炽热的感情在帝君面前苍白无力，所以当初仅仅凭着对他最初的印象就陷入迷恋，一门心思地追着他向他表白吐露的心声，实在显得幼稚可笑。他说，如果3生石上没有抹去他的名字，他会喜欢他，是不是巨宽慰他的话呢？他就这样可笑了1000多年，甚至还自断以为，像一个人在梦游中把自己的心窝子掏出来了，疼醒了才明白自己爱的不过是个幻想。凤九的眼角忽而有了泪水，连连泪珠不断从凤九的眼中涌出，漂浮在空中，闪着粼粼光芒。狐族的泪水本就带有法力，这泪水在触碰到帝君的光斑时，迸裂出烟火般的七彩光芒。阿离不由自主地往外凑，手扶在透明的结界上。他并不知道姐姐为何此时流泪，他只知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唯美的画面。方才姐姐接帝君第一招的时候，他实在觉得姐姐弱爆了，简直是在被碾压。可这一次，姐姐似乎有了点起色，阿离在一旁为她默默加油。帝君眉头紧锁，似乎在控制着什么情绪。只见他将一只手立于胸前，开始施咒，所有光斑忽而变换形状，变成一张银光的往向凤九收缩而去。呵，果然是那个不留情面的东华帝君。凤九自嘲第一笑，迅速反应过来，转而控制着方才散布的泪珠，凝成一颗手掌大小的泪珠，如彗星般拖着长尾向帝君奔袭而去。此时银黄的网已经束住了凤九，他动弹不得，望向帝君。帝君眼神一裂，举起手召唤着什么，只见仙气在他手中凝成了一把长剑，寒光一闪，利刃无情地将那泪珠劈开。凤九的眼泪粉碎在极厉的剑锋中，化为莹莹雾光散溢在空中，心痴痴地疼了一下。凤九红着眼噙着泪，难以置信地用探寻的目光望着帝君。他真的不相信帝君可以这样对待他伤心的泪水，他真的不相信帝君待他与其他人没有半点不同。帝君并不躲闪他的目光，面无表情地回望着他，他的神情冰凉得带着死寂之意，看着全然不像个活生生的神仙。凤九的泪哭干了，束在身上的网像是被吸收了一样，逐渐消退。凤九有气无力地坐到了地上，头疼欲裂，越发感到脑袋沉重，却如帝君所说，身体上的知觉减弱，而神思上的疲惫开始体现出来。东华身体前倾，迈出了一小步又停下，转而收回步子，原地站定。凤九根本没有时间去体会心疼，因为帝君那边已然涌起了排山倒海的气息，乳白的灵光急促地在帝君四周翻腾，汹涌澎湃，似乎马上就要出招。凤九隐隐感到害怕，眼前这个人十分陌生，散着杀气。爱慕情绪退尽，凤九意识到他对他此时的情绪只生恐惧。帝君向他迈出了一步，凤九吓得一时连站起来的意识都没有，坐在地上用手撑着往后退了一点。帝君接着逼上一步，凤九怯怯地再往后退了一点。帝君背后突然就腾出2条白色的灵光，互相缠绕着冲向天际，高亮的光芒让凤九几乎睁不开眼睛。待他稍微适应了那光芒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忽而觉得熟悉，脑海中闪现出似曾相识的画面。